玉皇大帝是如何成为三界统治者的？他的来历到底是什么？他与王母娘娘真的是夫妻关系吗？说起玉帝和王母，相信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俩人好像没什么能耐。王母娘娘就管个蟠桃园，结果还让孙猴子给霍霍了。而玉皇大帝给人的印象也不咋地，整天就在那里发号施令。孙悟空一打上去，就吓得趴桌子底下喊：“速去请如来佛祖！”看起来根本没什么能耐啊！快去请如来佛祖！那他凭啥能当上三界之主呢？咱们先来说说玉皇大帝。我们都知道，玉皇大帝乃是三界之主，是道教神话里众神的领袖，老百姓将其视为天上的皇帝，俗称老天爷。但你知道吗？玉帝最早其实是个凡人。那么就有人要问了，天庭那么多的神仙，为什么要选一个凡人来当老大呢？这就要细说玉帝的由来了。关于玉皇大帝的来历和姓名，中国民间有很多的说法。在民间传说中，有人普遍认为玉皇大帝姓张，有说叫张自然的，也有说叫张坚、张友仁、张白忍的等等。据说玉皇大帝曾是一位寨主，他将寨子管理得井井有条、有秩有序，非常和睦。因当初诸神相争相斗，导致天地一片混乱，太白金星决定寻找德才兼备之人来做三界的管理者。于是他就发现了非常善于管理的张友仁，并将他带到了天上，成为了玉皇大帝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觉得这玉皇大帝好像也没有多强啊。当初他确实是被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吓得钻进了桌子底下呀。其实不然，在电视剧版《西游记》中，玉皇大帝是被丑化了一些，显得有些懦弱和无能。其实，在原著中，孙悟空根本没能进得了玉皇大帝的身，甚至都没能打进凌霄宝殿。而玉皇大帝又怎么可能降低自己的身份亲自出手呢？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把这石猴放在眼里，于是就派人去请如来佛祖来收拾孙悟空。能让西天佛祖都跑来帮他的忙，可见玉帝的实力确实不一般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打上天庭后，叫嚣着喊道：“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。”常言道：“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。”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，把尊位让给我坐。孙悟空想要做齐天大圣，就必须与天齐，坐到玉皇大帝的位子上。而如来佛祖是这样和孙悟空说的：“你这小小猴精是有多大的本领，敢占着天宫圣境？”然后这孙悟空就开始说自己有多厉害了，说他有72般变化，还能长生不老，有架筋斗云，一下子就能跑10万8千里，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堆。而如来佛祖就觉得你这太小儿科了，你这小小的猴精刚从石头里蹦出来，只学了点鸡毛蒜皮就想取代他的位置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你知道玉帝是怎么回事吗？佛祖就告诉了他，说人家玉皇大帝自幼修行，历经了1750次劫难，一劫为129600年，才修成大道，坐拥天下。从佛祖的这句话也能看出，玉皇大帝最初确实是凡人，也经历了许多的劫难，才修成了今天的成就。那么什么是渡劫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凡是要修炼都要渡劫。在神话传说里，总共分为2种劫，一种为天雷劫，一种为地雷劫。什么叫天雷劫呢？其实就是天打我雷轰。何为地雷劫呢？这要分成5种，分别对应着易经中的金木水火土5行。金劫是遭到金属捅伤身亡，木劫是被棍棒所打死，水劫是意外掉入水中淹死，火劫是遭遇火灾，土劫则是碰上地震或是房子坍塌等被掩埋。也就是说，玉帝遇到这几种劫难，赶上1750回，他都没事儿，活得好好的。渡劫时身体要遭遇极大的痛苦，渡过的劫越多，结果越好，法力越强；渡劫数量越少，结果越低，法力值也会越弱。像三清玉皇大帝这般，因为渡的劫很多，让他自身的肉体已经进化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地步。说起三清，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太上老君，堂堂道教的祖师爷，地位肯定是极高的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听命于玉皇大帝呢？不错，玉皇大帝在地位上是要稍逊太上老君的。为玉帝效力，其实是为了三界的安定，帮助玉帝去管理天庭。毕竟当初要玉帝做三界之主，就是为了解决诸神的纠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玉帝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太上老君也是有办法把他拉下台的。其实有关三清和玉帝的关系，还有个说法，说玉帝其实一开始是道教的跟班。我们都知道，老子一气化三清，三清分别是玉清元始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和上清灵宝天尊，都是老子一人所化。3位天尊的身边有2个道童伺候，一个叫玉皇，一个叫玉帝。后来受民间的影响，两者便合二为一了，就叫做玉皇大帝。其实这些都是传说，玉皇大帝在民间兴盛是在宋之后的事情了，所以玉皇大帝的由来其实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。有关玉帝的来历以及他的实力，我们就先讲这么多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王母娘娘。玉帝和王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在道教神话体系中，王母娘娘是天上的最高女神，为众女仙之首，是主宰阴气、修仙、生育万物的女神。那么她和玉帝真的是夫妻关系吗？
其实人家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已，只是一起在天庭上共事而已。大家之所以会认为玉帝和王母是夫妻，绝大部分还是受了电视版《西游记》的影响。而这一说法在民间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因为他们就仿佛是人间的皇上和皇后一样，都在管理着属于自己的区域。也有人说玉帝和王母是兄妹关系，还有人说他俩是母子的。王母的母亲可不就是母子俩了？这些说法一直到了宋代之后，有了《西游记》就成了夫妻关系，在此以前根本没有这种说法。但其实有关于王母娘娘的记载，其实要比玉皇大帝早得多。据《山海经》中记载，王母娘娘一开始叫做西王母，里面描述西王母是半人半兽，蓬着头发，戴着首饰，长着豹子的尾巴和老虎的牙齿，叫起来像狼嚎。总之就是面目非常的狰狞，根本不像女神的模样，反倒是更像个野兽模样的怪物。后来有人开始研究西王母的形象，发现这很像是部落首领的样子，这也反映了原始氏族部落当时的风貌。那为何后来又变成了王母娘娘呢？据《穆天子传》中的描述，西周时期的周穆王驾着马车来到了昆仑山，而传说西王母就在这昆仑山上，是由昆仑山的阴气聚集幻化而成，也被称作阴神。西王母得知周穆王到此后大摆宴席，于是就在昆仑山的瑶池宴请周穆王。而后经过考证，这传说中的瑶池很有可能就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喀拉库勒湖，而这也和前面的部落首领说法对上了。作为首领的西王母前去招待中原的皇帝，也就显得比较名正言顺了。自此，西王母女神的形象便立起来了。而到了唐宋，她的配偶又传说是东王公，也就是东华帝君，属于阳神。东王公、西王母，一个阳神，一个阴神，怎么看都像是一对。直到元明清时期，民间小说中，王母娘娘的配偶才变成了玉皇大帝。其实主要是人们按照人间的皇帝皇后所想象出来的。说了这么多，想必大家对于玉帝和王母也都有了新的认知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六戒，咱们下期再见。